评论区里很多朋友都在问，我们是普通人，在这个通缩的大时代里该怎么活？特别是不同年龄段的人，20多岁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30多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，被压得喘不过气，40多岁、50多岁的人资产缩水，职业瓶颈，家庭压力都到达了高峰期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想跟大家讲讲，在类通缩的时代，不同年龄段的人到底应该怎么样调试自己的人生节奏。先讲第一个群体啊，20到29岁，你们的重点是要站稳现金流，拉高认知曲线。这个阶段的你啊，可能刚毕业或者刚进入职场，面对的现实是卷不动、卷不赢、没机会。本科毕业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，铁饭碗是千军万马，私企用人成本压到极致，想靠副业翻身，结果到处是割韭菜的课和套路。你可能会觉得我还没有开始人生就已经输了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的优势不是钱，而是时间加能学。这个阶段的你最重要的是3件事儿：第一，活下去，不断试错，哪怕是去送外卖、开直播、做兼职，只要能实现正向的现金流，就别觉得丢人。第二，集中学习底层能力，沟通、表达、分析、写作、数据处理、思维框架，这些都是通用货币。第三，别把焦虑当人设，你不欠这个社会的什么，也不要被网上的人均年薪100万给 PUA 了。记住一句话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追好机会，而是要练出抓得住机会的本事。对于30到44岁的这类人群，你们要稳住家庭盘，避免高杠杆。这个阶段，大多数人陷入一个最危险的陷阱，以为自己还可以赌一把。但是你要明白，类通缩时代收入是不涨的，杠杆放出去很难收回来，一旦你出事儿了，代价是全家共担。你们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2个字：减法。我给你们3条建议：第一，减少杠杆，扩张域，别急着换房，别轻易贷款买车，别再投资自己看不懂的项目。第二，精简资产配置，现金债券为主，少量权益型的资产，家里一定要留有紧急6个月的现金池。第三，重建家庭沟通机制，不要一个人扛所有，让伴侣、孩子、父母都参与进来，做有预案的家庭经营者，而不是燃尽型超人。记住一句话，通缩时代的赢家是扛得住风险的那批人，而不是赚钱赚得最快的。第3类呢，是45到60岁的人群，你们要的是稳住身份，打造慢热复利。人生到了这个阶段，你可能会发现职场天花板越来越低，身体状况开始报警，家庭矛盾容易积压爆发，孩子教育、父母养老、职业不确定性3重夹击。你最怕的不是收入下滑，而是身份感崩塌。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不是被这个时代淘汰了，而是还没有给自己设计好第2人生。我的建议：第一，守住已有的资源，不贸然重启人生的赌局。第二，用你已有的行业经验加人脉，找到低风险再输出的路径，比如说做兼职顾问、内容分享、经验讲座、小规模的社群运营。第三，开始规划后职业时期的生活模式，从兴趣、社交、低欲望几个点去出发生活，适度保养身体，学点数字技能，不至于被隔绝于世界之外。你们这个阶段的人呢，可以慢但不能停，可以退但不要散。总结就是，所有人在变化中保住你的人设和关系，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，我都想说，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你还拥有身体、关系、技能、判断力这些真正的资产。所谓真正的中产，不是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你有多少可逆的空间。这个时代会很难，但也正因为难，你活得越有节奏，越能沉住气，就越有优势。最后呢，送大家3句话：第一，别焦虑当下的萧条，要为复苏做准备。第二，别高估短期的财富积累，低估了长期的稳定力量。第三，别做只会痛苦的人，要做认知清晰的人。那通缩时代之后会发生什么？你可能会问了，如果我们现在处在低通胀、低增长的萧条周期，接下来是不是永远这样了？不，当然不是。经济呢，就好像是呼吸，收缩之后总有扩张。从康波周期的理论来看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技术红利放缓、债务过重、消费降级的萧条末期。
大宗商品价格低迷，技术突破尚未完全转化为实际增长，信贷扩张失效，货币政策效力下降，这是典型的康波萧条的特征。但是康波周期的特点就是每次通缩之后都是一次结构性的重构，最终呢会迎来新的周期启动。就像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，美国进入了战后黄金30年，就像日本9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沉寂了20年，但也迎来了 AI 和全球产业重构的参与机会。从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的长期债务周期理论来看，当通缩周期拖得太久，政策工具失效，最终呢，政府往往会选择通胀式的出清来解决债务，也就是放水加贬值加重构秩序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国家在通缩之后，最终会迎来一次定向通胀或者是转型刺激。政府会出新的法案，发新钱救新产业，资本会重新进场，压价抄底，布局新的周期。老的赛道死去，新的赛道上来，一部分人被淘汰，一部分人会重新站在浪头之上。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在通缩的周期里躺平，而是要提前准备好复苏的那一刻要上的战马。最后我想说，通缩不是终点，而是大周期的拐点。越是能穿越寒冬的人，越有可能站在下一个春天的桥头。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，说明你已经在为未来做准备了。我是素，我们下期见。